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。《兰亭序》自然是中国书法的经典，至于经典到什么程度，当然个人有个人的说法。加之这字到底是不是王羲之的亲笔都无法定论，只要说者不太离谱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《兰亭序》作为书法的地位就这样了，不管你是佩服还是不服，这天下第一行书的名头估计是动不了了。那么《兰亭序》这篇文章怎么样呢？是不是书法好文章也好？王羲之留下来的文章不多，就算有文章留下来，大家关注的大多也是书法，而不是文章的内容。比如他的那篇《乐毅论》，从文章的角度，这篇《乐毅论》文采也好，思想也罢不过尔尔。《兰亭序》由于书法成了经典，所以文章也成了经典。实际这文章总体支离破碎，至少和书法比，两者的差距太大。王羲之生活的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变化最大也是最混乱的时期。首先，传统的儒学，特别是董仲舒传下来的那套学问，开始有了变化，魏晋人将其变成了玄学。其次，道家思想开始流行，在行为上求仙炼丹成了时尚。再次，佛教开始普及，佛教思想既和传统的中国思想有冲突，又在冲突中相互融合。最后，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，魏晋人开始将对天地宇宙的关注点回归到人自身。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过程，确实是许多人很难一下形成系统思想的。魏晋人可以说是中国文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开始，所以观念的混乱和思想的杂糅就成了当时学人的基本特点。王羲之在魏晋不算是个好学谈思的人，他对生活品味的追求，对个体意识的觉醒，要超过他对学问的兴趣。这也是王羲之没有像样的文章留下来的原因。说到底，王羲之既不是学问家，更不是思想家，文才也不是特别出色，所以传世的就是字了。这样的王羲之，在兰亭休息这一天，在酒足饭饱众人面前写一篇急就章的文章，其水平应该不会好到哪里去。我的猜测，当时之所以让王羲之写这篇文章，不是因为他的文才，主要原因可能考虑到他是这次雅集的主人，而他的字写得比参会的人要好。这有点像某个饭店临时要写张告示，推荐出来的肯定不是文章写得好的，而是毛笔字写得好的。至少当时参与雅集的孙绰，文才和文明当时要超过王羲之。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文章不长，简单可以分前后两部分，前半部分写的是缘起、环境和友人相聚之乐。这部分内容如果对魏晋人的文章比较了解的话，几乎都是套话，类似于我们学生时代写的作文，今天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谁都这样开篇。文章的重点在后半部，后半部从夫人之相与、抚养仪式开始。之所以说后半部是重点，是这部分王羲之要提出他的终极思考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将到哪里去？这是哲学中人学的根本问题，这些问题到现在也没找到答案。王羲之要完成这个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他将焦点集中在两个字：生死。生是要解决哪里来的问题，死是要解决到哪里去的问题。而生与死都是对人而言，那么就此引出的问题是：我是谁？说实话，这是魏晋人最关心的问题。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的读书人比魏晋人更关心这个问题的。他们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具体工作，他们甚至可以不在乎天下江山，他们就想弄明白这三个问题。不过魏晋人从根本上说都很旷达，都不喜欢钻牛角尖，弄得明白最好，弄不明白也无所谓，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实的生活，比如这四雅集中对这种现实生活的感受。这是王羲之最喜欢的生活，有朋友，有美酒，有清谈，有粮食。虽然王羲之也会考虑一下形而上的哲学，但他的兴趣点更集中于这样的雅集欢饮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及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信可乐也确实是王羲之当时真实的想法，可惜现在光阅是不够了，王羲之被大家推出来写这篇《兰亭序》，这样从感官的享乐一下被推到了理性思考的层面，他必须要说点哲学感悟了。后半篇就是想表达他的思考。魏晋人对哲学的思考大多都停在半空，王羲之可以说都没有系统的思考过，所以他的想法就变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。现在要写出来，自然就只有瞎凑了。
古人写文章和现代人写文章都有个特点，凡是要表达的重要观点，都不喜欢说是自己说的，非要找个权威，比如马克思怎么说，好像这样一说，自己怎么说都是对的。王羲之也一样，可见王羲之的清高，实际也有俗的地方。他在文章中说：“古人云，死生亦大矣。”这个古人云当然是当作经典引用的，可既然当作经典，他为什么不直接说这是孔子说，或者是老子云？但他非要抬出个古人，那么这个古人是谁呢？其实这个古人谁都不是，是王羲之用到文章里给自己壮胆的。既然抬出个假古人，弄出个假经典，那说明王羲之非常认同这个生死亦大矣的说法。其实王羲之在引用这古人云前的那段话，恰恰想告诉别人，生死并不重要，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以为沉寂，犹不能不以之心怀，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这明明告诉大家，生命不管短长，都随自然而尽。这是典型的道家思想，参悟生死，甚至超越生死的思想。如果这个思想一以贯之，王羲之就不会再说生死亦大矣这话，更不会后面再加一句岂不痛哉。王羲之这种前后截然不同的观点，可见他本人思想的混乱和不成熟，出现在短短的一篇《兰亭序》中，说明他对自己思想阐述缺乏把控的能力。这种致命的硬伤和文采的逊色，自然让这篇文章矛盾百出。要不是有书法的光环覆盖在文章的上面，王羲之的这篇文章就不可能存下来。事实也是如此，许连的《六朝文协》，王文如的《南北朝文评注读本》都不选此文，曾国藩的《经史百家杂抄》也不收此文。原因应该也是觉得文章本身不算佳篇。《兰亭序》文章的流行，还是要感谢姚鼐和吴氏的《古文观止》。说这样一篇经典文章的坏话是要被人骂的，好在这话也不是我说的，施哲存先生就说过，所以要骂就先骂他吧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